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震撼心灵、意义非凡的书，他对此感到厌烦。这本书的作者是知名作家否赫，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角色莉莉丝。通过莉莉丝的传奇经历，否赫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女性在困境中挣扎、觉醒与奋起的壮丽画卷。在当今社会，女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从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到家庭中传统观念的束缚，再到社会舆论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定义，女性常常感到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她对此感到厌烦，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女性内心深处被忽视的角落。它不仅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部女性成长的指南，一本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宣言书。它能够让我们看到女性身上蕴藏的巨大力量，让每一个女性读者都能从中汲取勇气和智慧，去打破束缚自己的枷锁，去追求真正的自我价值。对于男性读者而言，这本书也是一次深入了解女性内心世界的绝佳机会。它能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行为和观念，以更加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女性。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无尽的循环，一种让你感到厌烦、压抑却又无力改变的循环，你会怎么办？是在沉默中忍受，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生活在女性地位远不如今天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女性被期望成为贤妻良母，文学创作似乎是男性的专属领域。然而，伍尔夫并没有被这些传统观念所束缚，她勇敢地拿起笔，书写着女性内心的挣扎与渴望。她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深刻地探讨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女性独立的重要性。伍尔夫的故事告诉我们，女性一直以来都在与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做斗争，而她对此感到厌烦，正是这种斗争在当代的延续和升华。第一要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她对此感到厌烦中，莉莉丝最初是一个生活在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女性角色，她按照游戏设定的剧情和规则生活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她意识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操纵的木偶，所有的行为和选择都受到外界力量的支配。这种对自身处境的觉醒，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我意识是人类个体对自身以及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识。女性在长期的社会文化影响下，往往会形成一种被动的自我认知，将自己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或者社会规范下的特定角色。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女性开始质疑这种传统的认知模式，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就像莉莉丝，她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按照游戏设定的方式生活，她是否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觉醒是女性摆脱传统束缚的关键一步，它为女性追求独立和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来说，培养自我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学会自我反思，定期花一些时间回顾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背后的原因。例如，在面对职场上的不公平待遇时，不要只是默默的忍受，而是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自己的哪些行为或者观念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次，要多接触不同的观点和信息，通过阅读书籍、参加讨论小组等方式，了解女性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这有助于我们打破自身认知的局限，拓宽视野。比如，阅读一些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像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处境，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最后，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因为害怕被他人否定或者嘲笑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交往中，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需求。当女性开始觉醒并积极地培养自我意识时，她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主人。她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并且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书中有一段话深刻地体现了莉莉丝的自我觉醒过程。莉莉丝看着周围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那些按照程序设定行动的角色，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一直以为自己是特别的，是自由的，可实际上她也不过是这虚拟世界中的一颗棋子。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她的心灵，让她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过来。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震撼性，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女性内心深处那扇通往自由和独立的大门。第二要点，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和女性被赋予了不同的性别角色，男性被期望成为勇敢、坚强、理性的代表，而女性则被定位为温柔、顺从、感性的角色。
他对此感到厌烦。这本书挑战了这些传统的性别角色设定，展现了女性在打破这些束缚后的无限可能。性别角色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态度和性格特征有着不同的期望和规范。这些规范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等途径传递给个体，从而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模式。然而，这些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是人为的，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种传统性别角色划分的局限性。女性同样可以拥有勇敢、坚强、理性的品质，男性也可以表现出温柔、感性的一面。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就是要让女性摆脱这些刻板印象的桎梏，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要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给予孩子平等的性别教育，不要给男孩和女孩设定不同的行为准则和期望。例如，鼓励女孩勇敢地参与体育运动，培养她们的竞争意识和身体素质。同样的，也鼓励男孩表达自己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细腻的情感感知能力。其次，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该避免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和教材，应该向学生传递性别平等的观念，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学习内容和职业方向。比如，在选择课外活动时，不要因为性别而限制学生的选择。最后，在社会交往中，我们要敢于挑战那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观念和行为。当我们听到有人用传统的性别角色标准来评价他人时，要勇敢地站出来提出质疑。当女性开始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时，她们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她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无论是成为科学家、企业家，还是全职妈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莉莉丝在面对一群男性角色对女性角色的轻视时，她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反驳了他们的观点。她说道：“我们女性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弱者，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力量和梦想。我们不是被你们定义的物品，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案例充分展现了打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的力量，它激励着女性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战。第三要点，构建女性之间的互助网络。在女性成长的道路上，互助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对此感到厌烦。这本书中，莉莉丝逐渐意识到女性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重要性。她开始主动与其他的女性角色建立联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女性互助网络。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女性之间的团结和互助。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境和挑战，例如性别歧视、性骚扰、职业发展瓶颈等。通过建立女性之间的互助网络，女性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和资源，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互助网络不仅能够为女性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还能为她们提供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上的帮助。例如，在职场中，女性可以通过互助网络分享求职信息、职业发展建议等。在生活中，女性可以相互倾诉烦恼，分享快乐，获得情感上的慰藉。构建女性之间的互助网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积极参加女性社团和组织。这些社团和组织通常会举办各种活动，例如讲座、研讨会、社交聚会等，为女性提供交流和互动的平台。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女性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起初步的互助关系。其次，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在线互助网络。现在有很多专门为女性打造的社交媒体群组和论坛，例如女性创业群、女性职场交流群等。在这些平台上，女性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获取他人的建议和支持。最后，在日常生活中，主动与身边的女性建立联系，无论是同事、朋友还是邻居，都可以成为互助网络的一部分。当女性之间建立起紧密的互助网络后，她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她们可以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共同成长。同时，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她们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书中有一段关于莉莉丝与其他女性角色建立互助网络的描述，她们手挽着手，心贴着心，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没有嫉妒，没有猜疑，只有相互扶持，相互鼓励。他们知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女性互助网络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团结起来所能够产生的巨大能量。第四要点，勇敢地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他对此感到厌烦。这本书中的莉莉丝在经历了自我意志的觉醒，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以及构建女性互助网络之后，最终走上了勇敢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的道路。她不再满足于被他人定义的生活，而是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女性来说，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是实现自我实现需求的重要途径。在传统观念中，女性往往被剥夺了追求梦想的权利，被局限于家庭和传统的女性职业领域。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有了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勇敢地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意味着女性要敢于挑战自我，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去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女性要勇敢地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规划，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例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就要明确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创作主题，制定详细的写作计划。其次，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自我怀疑。很多女性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会因为害怕失败，担心他人的评价犹豫不决。要学会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价值。比如，可以尝试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每天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够做到。最后，要积极的寻找机会和资源，利用各种渠道，例如网络、社交媒体、行业协会等，获取与自己的梦想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导师。当女性开始勇敢地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时，她们会发现自己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她们能够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书中有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莉莉丝站在高处，对着所有的女性角色喊道：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你有梦想，你有权利去追求它。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让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梦想，为了我们的自我价值，勇敢地向前冲。这个案例激励着每一位读者，让他们感受到追求梦想的力量和魅力。他对此感到厌烦是一本具有深刻内涵和强大影响力的书。他以女性视角出发，深刻地探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构建女性互助网络以及追求梦想与自我价值等重要主题。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引导女性走向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同时也呼吁社会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尊重和支持。如果你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它。不仅要阅读，还要将书中的理念和习惯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它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认识自己。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书架上，而是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你前进的动力。让我们像莉莉丝一样，勇敢地打破束缚，勇敢地追求梦想。让我们相信，女性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要害怕前方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位女性都是一颗璀璨的星星，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光芒照亮整个世界。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都在这条追求自由和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前行。